Hello，大家好，我是猫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最近时尚圈最有话题的一场联名，LVMH 旗下的百年奢牌 Mona Paris 即将要联名这2年火遍全球的潮玩 IP 拉布布。说真的这个组合听起来非常像是香槟配珍珠奶茶。一边呢是强调低调工艺、讲究100年传统的法国奢侈品牌，另一个呢则是靠盲盒爆火、搞怪的潮玩小怪兽。听起来这个联名相当的违和，但也因为这个反差萌这个联名引起大家非常高度的关注，不管是潮玩圈或者是时尚圈，热度都是不小。今天呢，我就要带大家拆解一下这场联名背后的品牌算盘，以及这次的联名到底有哪些关注的亮点款式。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时尚深度拆解呢，也别忘了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未来的每一次分享啦。首先，我们先来看看法国的百年奢牌 Mona Paris。1849年设立，比 Louis Vuitton 还要早5年。最初呢，同样是以硬壳行李箱闻名，耐用、防水、工艺精致，大概就是大家对他们的印象。在1976年的时候停业，因为经济萧条一度的淡出市场，一直到2011年被 LVMH 收购。比较值得一提的呢，被收购之后呢，品牌并没有走典型的集团式经营路线，而是由 LVMH 集团的掌舵人阿尔诺家族亲手经营。这背后有个故事。当年阿尔诺收购爱马仕失败之后呢，就把 Mona 当成爱马仕梦的圆梦补偿计划，希望能够把它打造成跟爱马仕同等级的低调奢华品牌。但问题是，这个梦一直都没有实现。LVMH 集团也曾经尝试用明星代言、社群营销，甚至把 Louis Vuitton 的皮具总监调过来救火。但 Mona 始终都是奢圈的隐藏款，有工艺、有技术，但没有热度。这次跟拉布布的联名可以解读成品牌首度打破传统，想靠潮流 IP 的火力重新点燃市场的关注度以及热度。接下来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一直以来Mona Paris 在 LVMH 集团就像是一个奢牌的隐形人，低调有工艺有历史，但市场的声量远远不如 Louis Vuitton 以及迪奥。这次的联名几乎就是一次流量创造，品牌的定位也因此出现了微妙的转变，从过去只有内行人才懂的低调精品，摇身一变变成了跨界话题的制造机。这盘棋说实话下的呢有点猛也有点冒险，但至少把名字成功推上了热搜。当然，和潮流 IP 的合作，短期内的确会带来流量以及声量，甚至可以刺激一波销售。但想要挑战爱马仕顶级奢华代表的地位呢，那就不能只靠流量增热度，真正的关键还是得巩固长期的品牌力以及消费者对你的信心。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2年火爆全球的潮玩 IP 拉布布。拉布布是香港的艺术家龙家生在2015年 The Monster 底下的角色。后来呢，龙家生和 Pop Mart 合作，拉布布以盲盒的形式迅速的走红，成为亚洲最火爆的潮玩。而 BLACKPINK、Lisa 以及各路明星的追捧，更让拉布布一路从亚洲红到欧美去。根据 BBC 的报道拉布布在英国的零售价是 13.5 到50块英镑，但稀有或火爆的款式在二手市场可以炒作到好几百英镑。但是潮流从来都有周期，拉布布的热度其实已经在退烧了。从2件事情大家可以看出端倪。第一个是基本款不再一盒难求，甚至部分的特殊款或者是限定款，其实你也不太需要加价去抢购了。第二个是大家可以看看 Pop Mart 的股价。Pop Mart 的股价最近其实有明显的下滑，这不只是财务数字的反应也折射出市场对于盲盒热潮的退烧以及降温。因此这次的联名对拉布布来说其实是一次续命升级。他们想要借由奢侈品的光环来提高它的格调，延长热度。看似简单的联名，背后其实是2大品牌打得响亮的算盘。
9月9日 Monet Paris 宣布与艺术家龙家商合作，为拉布布10周年推出限量的胶囊系列。除了主角拉布布之外，本次还有 Zmomo 跟 Kingman。而这场联名的行销手法，我必须说，品牌真的是把算盘打到发亮了。从代言人的排兵布阵就可以看得出来，品牌既要又要的策略。这次的联名呢，不仅仅请到了全球的流量女王 Lisa， 还找来了影帝梁朝伟以及奥斯卡影后杨紫琼。Lisa 很明显是要锁定 Z 世代以及年轻的潮流族群，而2位资深的影帝影后更像是瞄准40+、50+、60+的高端客群，也就是爱马仕的主力战场。表面看起来呢，这个搭配真的有点硬凑感。老实说呢，把古灵精怪的拉布布放在梁朝伟以及杨紫琼强大的气场旁边啊，画面真的有点违和。但换个角度想，品牌或许是想要借2位影帝影后的艺术成就以及艺术高度，来呼应品牌的工艺成就。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上市节奏。整个系列呢，预计在10月11日在上海首发，接着依序会在巴黎、台北、香港，最后才是到美国。这种分批释出的节奏啊，其实就是典型的在制造全球性的饥饿行销的手法。而不管是从明星代言人的人选，或者是首发的节奏，其实都在暗示这场联名不仅仅是一个全球市场的泛热，而是一场针对亚洲，尤其是华人高端消费族群的精准出击。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次的联名款式吧。虽然是胶囊系列，但这次的阵容其实很完整。从经典的涂层帆布 tote 使用的 hobo 包，明星加持的 mini 48小时包，到童趣可爱的护照夹、卡夹，还有最能够收割少女心的拉布布吊饰，一应俱全。先说系列里的主角 tote bag。3种尺寸，从轻便的 PM 到通勤万用的 MM， 再到直接可以当做旅行袋的 GM。包身采用品牌经典的涂层帆布 M Canvas， 搭上拉布布跟他的兄弟们 Zmomo Kingman。最妙的是配色，虽然角色都很卡通，但聪明的选择了黑白作为基调，保留了童趣又不失法式的优雅，避免了花俏到廉价的陷阱。整个系列我最喜欢的图案就是这个。黑白色系搭上带着白翅膀的 Zmomo， 这个真的很戳我。和透的包相比，我更偏好 hobo 包，手提肩背斜挎一包多背，实用性满分。加上白翅膀 Zmomo 是整个系列中我的 top 2款式。不过说到 C 位，一定就是 mini 48H。这款原型是旅行包 48H， 设计理念就是能够撑起2天1夜的小旅行，就是48个小时。而这次缩小成迷你版本，不只可爱，也更日常。重点是它已经被 Blackpink Lisa 和梁朝伟公开背过，明星的加持等于未上市就自带爆款的基因。再来是杨紫琼手上的2支特别款，我个人非常喜欢这款迷你的硬盒包。这次联名系列中，我心中颜值的 No.1， 但估计除了时尚态度，什么都装不了。而充满童趣涂鸦的粉紫色迷你箱包是这次的珍稀款，但老实说，我个人觉得太过花俏，很卡通，有点像小朋友背的包包，缺少了奢侈品牌的那种精致感。除了包款之外，这次的配件也受到很多关注，其中最受瞩目的莫过于是拉布布的彩色吊饰，可以想象到时候买不到大包的人啊，应该也会冲一波吊饰。总结来说呢，这场联名就是一场跨界实验。100年的奢侈品牌呢，想要年轻化，想要潮流，想要热度；而潮流的 IP 呢，想要升格高端化。但是这场联名究竟会是双赢，还是互相的稀释？我们只能等10月的首发，再来看看市场怎么给答案。如果你也喜欢这种深度的时尚解说，也别忘了点赞、订阅跟开启小铃铛。另外，我也非常的好奇，你怎么看这次的联名？你会买单吗？你最有兴趣的是哪个款式？也欢迎留言告诉我。我们下期再见。